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8月5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8月2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214.88，收盘价是207.67，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16.13，最低价是在205.78。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11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在各条均线值的下方，并且也在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下方。量，当日的成交量是8288.01万股，较前一个交易日是略有量缩。KD 值双线是继续下行，开口增大，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下行的走势在增强。MACD 双线也是继续下行，开口增大，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红柱。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的空头趋势在继续增强。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8月2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中红 K 线，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下跌的行进中。当日的这根 K 线，它是一个低开盘，然后开盘之后，股价即一路向下，一度是跌破了200日均线值、50日均线值。那最后呢，在206这个地方是遇到了支撑，然后收盘价是收在当日 K 线相对低的位置。那收盘价呢，跌破了关键位置，就是前一日 K 线的最低，当然也包含7月24日这根 K 线的最低，也就是再次出现了底底低。那么也就是说，继续确认自7月11日以来的空头趋势。那我们也会关注到当日的成交量较前一个交易日是略有量缩。那出现这样的价跌量缩或者是量平，那日后呢，股价将会有进一步的下行，或者在这个地方是很容易出现一根实体长红 K 线，也就是出现一个增量的下跌。好，那这是我们对这个K 线信息的解读。那么从目前 K 线的或者股价的走势来看，我们看有没有反弹的可能。目前股价反弹只有重新站上235，也就是站上前高，那么股价才有可能继续转为多头的，才有转为多头的可能。那否则呢，股价在反弹的过程当中，在到达235之前，遇任何压力，股价都有可能会继续反转向下。所以在到达235之前，目前我们都股价一旦上行，我们都把它称作叫反弹。而反弹现在上方的压力就是这两个红 K 的最高，当然还包括5日均线值，还有上方的20日均线值。好，那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8月2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一个可能是股价会横盘向上，收盘价会在218。另外一个可能，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下或者是下行。我们给了2个收盘价的点位，分别是215，还有一个就是出现下行，收盘价会在205附近。实际在8月2日收盘价是在207.67，股价是出现了下行。那至于我们预测的下行收盘价在205不仅点位上相接近，同时走势也是基本相同的，同时收盘价的性质也是相同的。就是收盘价是跌破了这个下行的之前我们定义的第一个目标215，同时也跌破了213，
就是当日这根 K 线和这条下行趋势线的交点，同时也是跌破了50日均线值，所以当然也在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下方，所以说目前收盘价的这个位置和我们预测收盘价的位置，它的性质是完全相同的。好，那么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很容易出现一根补量下跌的 K 线，所以我们先来看股价的下行。对于8月5日和之后的交易日股价下行，现在的第一个目标，我们仍然把它定在177。那在到达177之前呢，目前看206呢是这根红 K 的最低，还有200关口将会成为支撑。那么206前低，我们为什么把它定为一个支撑呢？就是股价出现这样一个大幅的下跌之后很有可能反弹，出现反弹的走势。而出现反弹的走势呢，如果出现反弹走势，206将是一个支撑。但是如果在8月5日盘中股价是在206下方运行呢，那么我们认为股价是很容易出现进一步的下跌的。对，所以反弹的条件是不出现低于206的这个数值或者是股价，所以这个位置将会成为股价下行的一个支撑。那么如果股价跌破这两个支撑呢，那么我们说股价将会继续下行，会目标就是177。177如果被跌破，将会收复这一波涨幅。那么接下来第二个目标就是168。那168被跌破呢，实际上就是股价出现横盘之后，也就是这一波涨幅所建立的多头趋势的第一个起涨的 K 线，那么将会被跌破。那这个位置如果被跌破实际上就瓦解了自4月22日以来的多头趋势，也就是上方有头高，我们会看到下方有底高，这个地方和它也称为低高。那么这个底如果被跌破，那也就瓦解了自4月22日以来的多头趋势，那股价继续下行，第三个目标就是139。好，这是我们说股价的下行。目前股价下行，我们关注206和200关口这两个位置。我们再来看股价上行。股价上行的我们先把之前定义的下行的第一个目标215，先把这条线删除。对，因为这个目标已经不存在了。好，那么我们现在再来看，在目前股价的这个位置，如果出现反弹上行的第一个目标，那么就是7月31日这根 K 线的最高在235，我们加一条水平线。这个位置将是上行的第一个目标。然后呢，我们还要变换一个颜色，我们把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也变换一下颜色这样就非常清晰了。好，上行第一个目标235，在到达它之前，目前这条下行趋势线和接下来交易日 K 线的焦点将会成为压力，因为目前股价的收盘价已经跌破了这条下行趋势线。我们来回顾一下，这条下行趋势线是特斯拉股价历史最高和接下来两个低点建立的最后一条下行趋势线。那之前我们会看到有4次向上突破，遇到这条下行趋势线呢，都出现了回档。而自4月22日以来的这个多头趋势在7月初是突破了这条趋势线，并且站上了这个位置。现在呢，出现回档。又我们说第一根跌破这根趋势线的 K 线出现了。对，所以说呢我们说股价目前反弹，那么这条趋势线又成为了压力，所以它是一个我们认为是一个强压力。然后还有一个位置就是
在8月5日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从216到218，这个位置也将是股价到达235之前的强压力，所以这个是目前股价反弹的2个压力。或者我们说，除了这条趋势线以外，5日均线值将会成为日后股价反弹的压力。好，那么235如果能够被站上呢，我们会看到在接下来几个交易日，20日均线值将会继续下行。那股价一旦能够突破这个位置，实际上不仅是重新站上了5日均线值，很有可能也重新站上了20日均线值。那在站上235之后呢，那将会瓦解自7月11日以来的空头趋势，那么股价将会建立多头趋势，会有继续上行的一个走势。好，那么继续上行的走势，这个256将会成为第2个目标。256在股价日后上行的过程当中仅仅是一个压力，那一旦股价反弹站上235之后，如果能够建立多头趋势，那么它的目标就是要站上271，就是这个第3个目标。站上271就是要恢复自4月22日以来的多头趋势，再次出现头高。所以现在股价上行的3个目标分别是235、256还有271。好，那这是我们说的股价日后的走势。我们再来看，在8月5日盘中，我们要给出一个观察位。之前我们给出的观察位是213，是当日 K 线和这条下行趋势线的交点。那么在它的上方运行，股价才有可能反弹，而实际在当日是一直在它的下方运行，所以出现了下行，对，股价收在了低位。那到了8月5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就是这根 K 线的最低206。为什么要关注这个位置呢？就是股价只有在8月5日盘中，在它的上方运行，才有可能会出现反弹。否则，如果股价在206下方运行，我们认为很有可能在这个地方出现一根实体长红 K 线，也就是出现一个增量的或者补量的下行。好，这是我们关注206的理由。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周 K 线图。因为8月5日是新的一个交易周的开始。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周生成的这条 K 线的信息。那么在7月29日当周生成的是一根含有长上影线的实体长红 K 线，也就是继7月22日当周和7月15日当周继这2根 K 线之后，再次生成一个含长上影线的实体长红 K 线。那我们会看到连续3个交易周股价一旦出现反弹，上方都是有卖压的，而且每一次都是出现反转向下。那么在7月29日当周，这根 K 线不仅没有能够突破或者说是站上5日均线值，收盘价还跌破了10均值是均线10均值。好，并且呢也在前一周 K 线最低的下方，那么出现了连3红。连3红呢它是一个下跌的具有下跌动能的一个 K 线组合。那出现连3红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或者一根 K 线，那么股价会有进一步的下行，或者至少会有新低的出现。所以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现形，我们认为在8月5日新的一个交易周开始呢，股价会出现进一步的下行，或者会有进一步的新低。那如果有进一步的新低出现，实际上就是下方要测试20均值。20均值呢，我们在
测算在8月5日当周20均值会到达190附近。那么因此，接下来一个交易周，股价如果继续下行，我们认为是很有可能去测试190这个位置的。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这根实体长绿 K 线，它的最低其实也正好是在200关口附近，这个位置将会成为一个支撑。或者这个位置也是一个重要标志，它也是200整数关口。那这个位置如果一旦被跌破呢，股价是很容易去测试20均值的。好，那反弹的可能呢？反弹的可能，如果我们认为，如果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200关口如果能够支撑住股价，那么股价才有可能会出现反弹的走势。好，那我们再调出辅助线来看看后续的走势。那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在前一次我们对周 K 线图预测的时候说，在7月29日当周，股价如果能够收高呢，会收在250附近；如果出现下行，收盘价会收在205附近。在周中，我们要关注的是前低，也就是215。那在它的下方运行是很容易收低的。实际上我们会看到，在当周一直是在上方运行，但是出现卖压之后呢，股价在当周的中后期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下行，那恰巧呢也是在205附近呢遇到了支撑。好，这是我们对之前的预测的回顾。那到了8月5日当周，我们要给出，如果股价上行出现反弹，我们认为会收盘价会在230附近。对。好，那也就是说，股价在反弹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认为5均值将会是一个强压力。那如果股价继续出现下行呢，我们认为股价会收盘在191附近。好，那191呢，我们测算就是20均值是在这个地方。如果股价出现下行，我们认为股价会收盘在这个位置。好，那么在周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是这根绿 K 的最低在201附近。好，那如果股价在当周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了，如果在200关口能够遇支撑，那么股价是很容易出现反弹的。但是如果这个地方不能够支撑住股价，我们认为股价会收盘在191附近。好，那这是我们对周 K 线图的解读。我们再回到日 K 线图。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8月5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我们先来看多头，在8月2日收盘价在207.67这个位置，对于多头来说是不可以进场抢反弹，更不可以进场做多的，因为出现这样的下行，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股价将会有进一步的下行。从周 K 线图解读，我们也分析到，就是股价会有进一步的下行，所以在这个地方是多头是不可以进场抢反弹的。那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目前，如果我们说空头要守的位置就是这条趋势线，在8月5日是在213附近。上方要守的是5日均线值，是从216到218，这是空头要守的位置。那么空头现在的目标就是200关口，还有就是下方的第一个目标177。好，这是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8月5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213，第二个压力位是216到218，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
第3个压力位是在222，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第3个压力位是232。这是第4个压力位是232。对，好，当然第5个压力位我们愿意给出是235。下方首先到来的支撑就是206，第2个支撑是200关口。那第3个支撑呢，我们会给到的是186，是6月26日这根 K 线的最低。那对于日 K 线图来说，我们可以看看这根 K 线，这根 K 线是带量的，然后收盘价站上前面横盘区域的最高，也就是对于日 K 线图来说，这一波涨幅，这是6月26日这根绿 K 是一根齐涨的 K 线，因此它的最低186将会成为日后股价如果下行到这个位置，它将是一个支撑。好，那这是我们说的下方有3个支撑。当然再继续给出第4个支撑就是177。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8月5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继续下行，如果是这样，它将是低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09，最低下方会到达199，然后收盘会收在204附近。那么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09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继续下行。那么第2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反弹，如果是这样，它将是高开盘或者是很小幅的低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06，最高上方会到达215，收盘会收在212附近。那么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06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反弹。好，那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8月5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